旺仔撇步大公开，如何挑选你的有缘房？买了这个自己的房子，我们家从来没公开过哦。哇，历数的5大开运秘法，会让你呢就是招来很多的好运气。如果你要找房子，在什么样的地段，你会比较找到有缘的房子？如果你是出生呢，你很适合找附近有公家机关的。像外面来讲的话，刚好我们遇到一个所谓的消防，太好了，就是很适合你，就是对。没挑到有缘房，也能靠开运秘法成旺宅。5大开运秘法呢，第3个当然就是要纳财库，因为厨房呢是财库的地方，厨房可以做的开运的布局。因为这几个东西的话，就是炭放在炉灶的下面位置，让你的灶呢越烧越旺，然后就会有财进。对，入住新家学问多，加班的不好，小心破财受罪。究竟今天的委托人于浩然是否挑对帮助运势的好房，就要让风水团队帮他来鉴定看看喽。哇，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要来看房子最开心。是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最爱、梦寐以求的房子。这样子哦。对，但是我只是老无可能啊啦，这厝足贵耶。那无可能是笑我可能嘛。哎呦，你天后呢？哎呦，天天在等候，one two three four。最重要是我觉得大家你知道，就是3大乐事嘛，对不对？对，五子登科啊。对。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买房子。对，公牛街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姐妹哦，她先生是我的好说，好什么？好哥哥，因为伊嘛姓王，哎，对，我嘛姓王，本家，所以是我一个足好、足赞的哥哥，对我非常的照顾，所以等于是你的嫂子，嫂子，不卖饺子哦，无啦，这个嫂子不在卖饺子，饺子跟姐姐一样啊，欢迎。长腿妈妈，对，大腿妈妈，哎呦，有点像大学生一样啊，真的保养的，保养的这么年轻，是换房子就可以让自己永葆年轻，是不是？其实也不是啦，因为你知道嫁给我老公之后，就每天在呼吸新鲜空气跟大自然，好棒哦！因为她老公都种树啊，所以你没看到这边树那么多吗？哪里有树，我老公就往哪搬。那你这样子也搬家蛮多次了吧，对不对？你应该有经验哈。我其实嫁给我老公23年。搬了7次家，对，印象中有听你讲，换了7次房子，不是前面都用租的，因为嫁给他之后很辛苦，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都是一直常常在房东有时候不租你，你就要搬。那你知道搬一个家非常辛苦，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加油，有一天一定要买一间自己的家，不用再搬家了。所以到搬了7次，大概有4到5次都是租的，然后这一次看到这房子，我就觉得结婚23年，终于有一个温暖可以安定下来的家，我觉得非常棒。真的，掌声恭喜！因为如果他再不给我这样的家，所以就把他离掉，我可能就想要找别人。只是换房子，连老公都要换了。特别请老师赶快来帮浩儿姐看一下，她今天做这个重大的决定，人生当中好期待买了这个自己的房子，怎么样让它变更好？哎呦，好不好？好，我们一些理财的禁忌啦，该注意的事情啦，或者我们可以布局让它更旺的地方，对，都可以请老师来指点。哇，太棒了！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阿涛哥，嗨，老师。哇塞，恭喜浩然姐哦！谢谢。其实好的风水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你住进去，纵使格局呢有一些问题，对，你也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呢越住越年轻，越漂亮，对不对？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呢要来教观众朋友呢，一个就是历数的5大开运秘法。对，但是开运就对了，没有错。如果说你今天是搬新家，或是换新的住宅环境的话呢，这个方法都可以适用。那如果呢你已经在这个房子住了10几20年，可是你要让你的宅气呢更旺的话，那你在每一年的除夕那一天呢，也可以重复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锁定。是。那现在马上就来看一下，而且我们家从来没公开过哦。哇，很荣幸。第1次就是你们节目。哎呦，谢谢。哎呦，我是戳到你的脸，戳到我的鼻孔。真的太好了，那给我们从来不公开的，想说2位又有大师，一定要可以让我的房子住起来更好。好，敬礼。谢谢老师，谢谢上课。这给了阿飞啦，要上课了。对，我们现在去那个浩然的家。对。
新居落成的于浩然希望能打造越住越旺的开运美宅，特地请来风水团队帮他看看有哪些风水问题和入宅仪式要注意，才能帮助避煞及好运呢？对，进来哦，玄关这么宽哦，很大气，大户人家，没错，我就觉得这个事业前途这个可以光冕一发不可收拾，一发不可收拾。然后这里就感觉到非富即贵了。对啊，其实呢，确实呢，一个房子呢，如果真正的格局好的话，要有一个完整的玄关是最漂亮的。所以刚好浩然姐这个家呢，这个玄关非常完整。玄关到什么？贵人运，代表守卫门。如果有玄关的话呢，代表说你可以挡掉一些不好的气场。对。不过今天来到浩然姐家呢，一定要送她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因为这房子才刚进来没有多久。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送大家就是一个立储的5大开运秘法。是礼物是不是？送我这个啊？是啊，秘法最实用，而且住起来呢运气大开啊。我们刚刚浩然姐讲一个重点，人宅合一。就是呢，如果适合你住的房子呢，你就会舒服，会开运。但是每一个人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判断你到底这个房子适不适合你。所以呢，用这样的开运秘法呢，你住进来，我相信有一些晦气呢，你也可以赶掉。然后贵人也可以带进来。而且你记得哦，例如说你是入新居，或是搬新家，甚至于呢，你可能是房子住久了，我们刚刚讲，你在除夕那一天，你也可以重复做这个动作。对，renew，对，就是它重新启动，重新启动的磁场。磁场是很无形的，格局是有形的。但是我们今天呢，除了格局帮你调整之外呢，无形的磁场也要帮你转换一下。所以进来这个门口呢，第一点呢，要先送浩然姐。要怎么做呢？如果你的房子呢在门口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要先招人气哦。在门口的地方呢，你要记得要放菜头、凤梨跟辣椒这个3宝呢，这个吉祥物呢，会让你呢就是招来很多的好运气。还有一个全新的拖鞋呢，底部要贴个红色的人形。好，今天呢这个凤梨呢，待会送给浩然姐哦。这个可以放到玄关的地方，代表呢你的入宅呢会好运旺来。放在玄关的地方。玄关。好，基本上放1个礼拜最起码就可以了。对，那有一些人可能放到它自然就坏掉，也可以。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凤梨呢，第2个就是菜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彩头。好彩头就是好的开始，一个运气。那其实凤梨跟菜头呢，其实如果上面呢可以粘上一个红字，10元的红字会更好。所以呢这个菜头吧，还是放这边。因为进门口呢一定要旺宅，要有好的彩头。之外呢还要对拖鞋。打小人吗？打小人，小人就不会在了，对不对？对，是不是？对，应该要放哪里？这个的话呢，就是呢，因为其实入新居呢，一定要有准备新的地板鞋。为什么呢？因为代表新的气要进来，要走进来嘛。所以这地板鞋下面呢，可以用2个红纸，然后剪成人形，代表什么呢？红色的那个鸿运，代表贵人的意思。然后代表说贵人呢踩进家里面。贵人不是小人，对，但是也是把小人去掉的意思。有贵人来，就是会化解小人。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把它放在门口的地方。我们就记得要把它朝内摆，不可以向外，要引贵气进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开运秘法，但是呢很实用。还有呢，我们刚刚讲有凤梨、菜头，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辣椒。辣椒呢就要挂到门口。啊，我家有1串，真的假？老师这可以吗？造型。有些人会摆真的，但是摆造型的也可以。对，为什么是辣椒呢？因为辣椒呢就是红红火火嘛，代表人气很旺的。对，因为我想说辣椒呢也是一个驱除晦气的象征，所以呢在那个中国的那个东北啊，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驱除这种妖魔鬼怪啊晦气。所以呢用辣椒呢也是一个礼俗最必备的，挂在门上呢可以增加这一个家里的一种晦气之外呢，人缘人气也会畅旺。所以其实呢这个开运的3宝呢，加上一个拖鞋呢，你要记得这样的方式呢，在你的这个玄关的地方呢，可以让你的贵人的人气呢更加的升旺。所以其实很简单的步骤，大家呢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好，这是关最好做的东西，传贺的客贺。是，这个是提升家里的磁场，玄关的磁场。好，但是呢，如果说呢格局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玄关是很方正、很漂亮的。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小漏洞。美中不足。对，在哪边呢？就是我身后有个镜子嘛，对，前面也有个镜子嘛，对，它就形成一种所谓的镜照镜。因为其实呢，虽然镜子呢会让你这个地方的空间变得感觉更大、更明亮，其实是好的。但镜照镜的话呢，会让这一个磁场变虚空掉了，它就反而不聚气。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会遇到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会发生。其实我们常讲镜照镜的话，如果说这个地方假设比较阴的话，它会聚阴，但这个地方磁场很好，不用担心。好，但是如果说没有聚阴的问题的话呢，镜照镜呢会形成就是一种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平常不会遇到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要特别注意。所以等于要把这个圆镜拿走，可以拿走，对，拿来当盘子，哇塞，你可以当炒锅哎，水果盘啊，好大盘哦，水果盘这么有力，对不对？这个遮起来，它如果把它变成雾面，如果没有照到 OK 吗？可以把它变成装饰品，可以，还是有。所以我买一个贴纸，把圆的地方贴起来也是对，变成一个装饰品。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房子呢，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误打误撞的地方。虽然格局是镜照镜，对不对？对。但是呢，因为我身后呢，它摆了一只龙龟，有没有？我们常讲龙龟啊，有没有？就是怎样？刚好镜照镜呢，又有龙龟照到，就帮它挡住了。这也蛮厉害。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说龙龟就是刚好这边有个平台，就摆在上面。对啊，一个吉祥物嘛。对啊，所以刚刚好就是它的摆的地方呢是对的，但是呢摆的方向呢，我会建议就是龙龟呢，如果可以的话，把它头呢朝向屋内会比较好。为什么？我们都以为就是所有的神兽头都要向外，要从外面咬钱进来呀。貔貅呢是向外，对，蟾蜍也是向外，需要去招财嘛。那龙龟呢是要光荣的归来。对，你要丰收，你要进来。龙龟，对，它好像是摆错了。对，其实它也没有错啦。如果说你今天觉得你自己的运气正不是这么旺，很低的时候，把它向外是熬出头的象征。可是当你觉得我今天要守成、要丰收的时候，龙龟反而是要往内的。对，那如果以你们俩状态来讲的话，应该是要丰收、要守成、要求健康。对，所以呢，这个龙龟龙头向内，代表这种丰收。了解。哇。好棒，所以很刚好。对啊，玄关能替家中挡下不好气场，但镜照镜问题容易引来古怪事缠身，而且容易聚阴。建议把镜子贴屋面贴纸或摆放龙龟，并将头朝向屋内，象征光荣归来。好。看，这个餐桌可以看出这一家人到底有没有团结啊，然后开心的一起吃饭，对，心有没有在一起？是，对。其实餐桌的型呢，真的很加分啊，但是摆的位置呢，有点扣分。对啊，这就很典型的开门见山，以及先善后堂。对，先善后堂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动线先经过餐厅，才到客厅。通常一进来是先看到客厅，再是餐厅。对，先看到会怎样呢？就是呢，你的后代子孙呢，通常呢，可能对于未来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蒙蒙渺渺，或者是呢比较安逸。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给他很多的建议啊，可能他就会没办法突破，他就行动力会比较不足。对，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如果说他小孩的命格呢本身又是比较懒惰一点的话，遇到这种格局呢，他可能会更懒惰。会吗？就可能我儿子从小是很爱赚钱，但确实他现在对他的未来赚钱的方式跟目标有点迷惘，所以我把他移走，他就会知道他要做什么。如果说小孩整张搬走困在这里，如果小孩是跟父母同住的话，当然格局可以改一下。但是如果这个房子呢只有设定呢就是退休的人在住的话，这样的格局我觉得是好的，很享受，懂得享受人生。可是如果是年轻人住的话呢，太过于享受，忘记要拼，忘记你的目标是什么的话，就会很辛苦。但是也不用担心啊，像小燕姐呢，她说她人生失业3次嘛，对不对？但是呢，每一次呢都是有贵的，关关难过关关过，而且会做得更好。对啊，所以呢，如果说你的孩子呢在这个地方，他懂得感恩的心，然后也懂得呢就是去对父母好，我相信呢，纵使这样的格局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老师，如果我真的想要他对父母更好，是把钱给你们了。
底要小孩对你多？是总是希望能够瞧一下，可以让孩子的发展更好的话，要怎么瞧啊？好，因为你的空间还蛮长的。你的空间真的是算对，应该说餐桌可以换小一点，那我们可以换位置，换哪里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这一个餐桌呢移到阳台那个地方。哦，换到那个位置。对，在离落地窗那边比较近。比较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我可以看户外的景色。哦，那第二个的话呢，因为我客厅会往前的，对，所以我就是先进厅，再见那个扇。对，那其实这样的话呢，家人的感情呢也会跟着凝聚起来。哦，本来就很凝聚了，但是会更好。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改变它格局。但是呢，很多人都说，老师，我家就这么小，没办法改变。对，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在餐桌的底下呢，可以贴个五色钞，也是一种方法。五色钞就是那个台币的200元，然后还有100元，然后呢还有就是500块，还有2000、1000，哦，贴在下面。对，然后中间贴个50元硬币，把它贴到下面，代表一个暗财库。但我老公会偷走哎。假钞可以吗？不行，想说哎，怎么每隔一阵子又少了一张，又少了一张？我们只有这张，你再补就好了。像老王的，只要我就不想要给他拿。钱是掌控在你手里。对，那你就是把它都贴好，双面胶粘很紧，就是撕不下来，撕掉会3秒胶粘住。你看这里，地方没洗你的我往你这边看你手要伸出来拜，我赶快让位，我们要想说，对，我们的妈祖，妈祖呢？因为我公婆是住在屏东恒春靠海，那公公以前都会坐船出去嘛，我那时候就拜了。那公婆不在，因为我老公是长子，我是长媳，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祖先跟妈祖就请来我们家，对，然后每天都会奉茶，对，很棒，真的。这个妈祖呢，其实呢，真的是很守护你们家，因为整个妈祖的脸呢，都还是属于亮。对。再有就是说呢，他保护你们家真的是保护得很彻底。对。但是呢，虽然这个神桌呢摆的位置呢，我认为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它摆放的位置刚好呢被大门直接冲到。对，在门的动线上面。对，其实如果被大门冲到的话呢，刚好能够以妈祖的这个视线范围呢，它刚好是门在它的左边，就是青龙边，代表说呢，家里的男主人或是男生呢，要特别注意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意外等等的。如果流年不对冲到的话，也特别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老公一直发福，是因为妈祖拜错了。到了这个年纪哈，其实有时候发福跟没有运动对身体是很大的伤害。对，所以我都会一直跟他讲说要运动，要让自己瘦下来。所以妈祖，可是不好意思，我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也有人跟我说妈祖在这边是刚好可以帮我们挡掉一些。门外有什么东西一进来就看到妈祖就挡住了。观念上来讲的话呢，当然这样的说法也是有人这样去形容它的。不过呢，一般我们的实务上的经验呢，其实一个佛桌呢或神桌呢，它就是家里的小阳宅。其实呢，妈祖呢，他应该要很多的力量呢，是来保护我们的家人。对。可是呢，如果他又花一点时间呢，去打那个煞气的话呢，感觉那个注意力会被分散掉。对，所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有神明的地方，我们还是给神明呢作为一个地方比较安稳。因为我们家当初我进来，其实为了这个神桌，我跟我老公讨论很久，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放哪里。那如果说老师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变动了，我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妈祖可以让我老公瘦一点？重点是这个，就常常去运动吧。没错，其实格局如果没办法改变的话呢，其实它有一个完整的玄关。那如果我们在玄关的这个接近或是影响动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放个屏风，稍微帮妈祖挡住一下。那你会觉得说，有些人觉得屏风又觉得好像又很挡动线啊，又不喜欢，那你就放一个立灯。立灯就是高一点，像那种立灯有没有？那个高度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每次把它点亮，借由灯光呢，把这一个磁场呢稍微聚气一下，也是一种方法。立灯有，对。有画，还有椅子，就是它其实放个立灯，然后刚好有插座。OK， 好。那其实为什么放立灯也有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神坐在这边呢，它的亮度还是有点不够。对，因为它只有2盏。而且呢，那个妈祖前面就是这个餐桌嘛，对，然后又面对这中岛的地方，
对啊，所以钟平哥越来越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没关系，我会放绿灯。开门见山和先善后糖的问题，导致子女过于安逸，建议可将餐桌和客厅位置对调，或在餐桌下贴5色钞，100、200、500、1000、2000钞票各一，中间贴上50元硬币即可化解。而神明桌笼边正对大门，恐会影响家中男性健康，建议神桌旁摆放屏风或立灯。哦，这个客厅就是让人放松，对，然后背后又有靠，这样很舒服的感觉。今天呢还是要来送浩然姐第二个秘法，对哎呦，鼠的秘法第2招，超实用入错秘法，轻松开运聚贵气。房子住对人就旺，找到你的命定完美房。如果你要找房子，看你的出生年呢，来判断在什么样的地段你会比较找到有缘的房子。那如果你是出生呢，比较找向阳面，或者是呢这附近呢有很多美容啊，类似这样，你会找到你有缘分的房子。那如果你是出生的话呢，北边是消防局也可以。水的，我就是要有水，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就搬进来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真的就是都很顺利。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来送浩然姐第二个秘法，对哎呦，鼠的秘法第2招，好，第一个的话呢讲完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聚贵气哦。聚贵气的话呢，我们在客厅呢一定要好好的做，就是说呢有贵气的3、5好友呢来家里做。好，然后记得呢，桌上呢要摆一些甜食餐点，来宴请宾客。代表什么呢？大家吃了甜点之后呢，讲出来的话，弄滴滴耶。哦，然后讲一些好话。对，所以说呢，如果你来被受邀请的朋友来到这边，你吃人家的东西，你要记得要多讲好话。哎，那我们今天哦，对不对？看看浩然姐准备了这些甜点，哪一种是最好的？就是贵嘛，是，你可以准备呢发糕，或者是呢上面有一些桂圆的蛋糕也可以。有贵气。对，代表就是说有贵人，而且会帮助你步步高升，结善缘。对，就是发糕。还有发，对不对？对，那如果说家里呢有神桌的话，一般发糕呢会摆到神桌上面供着，也可以。好，这也是象征的。如果说客人没那么多，买发糕压在神桌上面或佛桌上面也 OK， 也可以哦。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哦，煮1碗八宝粥。哎呦，对。来，曹姐待会留给你哦。这是八宝粥，对，什么意思？对，代表食禄丰收。对，而且八宝呢，也代表就是一个吉祥的意思，满足我们人生的8种的欲求，很吉祥。有8糕，又有8宝。是，所以甜食餐点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些水果啦。哈，水果就是苹果啊、凤梨啊、平安啊、旺财的意思。好，所以也可以准备这4样呢，最基本的基本款，你放着包客厅或者餐厅呢，来招宴请的客人。都会很好。老师，那我问一下，因为通常大家不可能除那一天马上就请很多客人来啊，可能陆续这1个月或是慢慢邀请，所以是每一次都要这样子准备。好，其实这个观念是对的哦。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当天大家没空，你就是呢象征性的摆放，但是1个月内呢家里不可以冷清。好，举例来说呢，其实我们家里来讲，客厅呢或者什么一定要保持一种，例如说灯火通明，待会跟大家讲。好，这个也会教大家，只是就是说你要让这个食禄呢都是满满的感觉。在素心哈，对，路背路整间，是，对不？对。哦，最喜欢这个阳台了。对，看，好老公最爱哦，而且钟平哥应该也花很多心思种这些树哦。对。但不免是要往外看一下外面的这个风水环境。风水，对啊。好像楼层稍微比较低，就有一些车子啊。对。比较吵。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楼层高也有楼层高的好处，可能就是一望无际嘛。那楼层低的话，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可能壁刀啊，或是所谓的显物设施啊等等的来免费。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家里呢，像浩然姐这个家呢，刚好有一个很完整的阳台。对，好棒。所以呢，阳台呢也代表就是一个护城河的概念。纵使你有什么样的煞气呢，其实经过这个阳台呢，它都会趋缓掉很多。好，所以我们家一般来讲的话，有阳台的房子真的也是比较贵一点。是。因为比较奢侈，所以呢，像外面来讲的话，刚好我们遇到一个所谓的消防。其实一般我们讲，我们如果遇到公家机关，像警察，
局啊、消防局啊，或者法院啊，这种的话呢，都会比较会说所谓的官非的问题，要特别的注意。例如说，事情你不去惹事，但事情就会来找你，你就会觉得好像住在这里面呢，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的清闲，然后你会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它，所以就是有这种问题。因为我当初在看这间房子的时候，其实我还没买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消防局了。那我就有去问我的老师，我老师就说我的命格里面最适合公家机关。他说任何公家机关只要靠近我，对我都是非常好。那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那我看的这间房子，它附近有消防队。老师说好啊，消防局公家机关。对，我说再过去还有户政事务所，他说好啊。我说还有警察局，他说那这间就是非常适合你的命格，你就是需要公家机关这样的来让你更好。没错，我就天哪，是这个秒对，而且我们这个的建案的名字有个国家的国，老师就说。你太好了，就是很适合你，对，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就搬进来之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就是都很顺利。是每个房子也要适合自己的那个。对，其实我们之前常常一直在提观念，人宅合一的观念，什么意思呢？其实福地福人居，其实有些地方呢，路冲也不是不能住的。只是普遍上很多人可能他挡不住，例如说像这种很多的一些公家机关，或者有很多的一种煞气的东西，人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住很旺，为什么我住不行？因为他的命格可以，所以人宅合一的观念很重要。今天呢，来教大家呢怎么去看你的出生年呢，来判断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要找房子，在什么样的地段你会比较找到有缘的房子，或者是如果你的出生年呢有这样的年份，你刚好呢可以买这个地段，你比较有机会。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喽。好，例如说你的出生年，或是你的出生的日子那一天，刚好有合到，例如说甲跟乙，你很适合找附近有公园的，有树木的。或者是呢，你这个地方是有公家机关的，都 OK。那如果你是丙年或丁年出生呢，它是属火的，属火适合找什么呢？一定要找向阳面的，或者是呢，这附近呢有很多美容啊、漂亮的啊、机构的都可以。所以这种火跟丙丁是属于火的，你可以往这方面去找。那例如说呢，戊跟己呢是属土，属土的话呢，适合怎么样呢？就是说这附近呢可能有空地比较多的，或者是土地比较多的，或甚至于有市场的、市集的，你可以往这附近去找房子。那如果你是庚跟金的话呢，例如说这附近有银楼啊、银行啊，因为它属金嘛，你可以往这附近去找。或者是说五金行也可以，类似这样，你会找到你有缘分的房子，就是你是庚年或辛年出生的。那如果你是壬年或癸年出生的话呢，例如有湖边、水边，甚至于消防局也可以，水的，跟水有关系的。我就是要有水，是有水，消防局算水，对不对？有水也算哦。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五行呢，去找你适合居住的缘分。大门正对沙发位置，家人坐不安稳，想离家；中间可以摆放阻挡物做挡煞。另外，住家临近消防局、警局或法院，容易招来官非。若有完整的阳台，则能趋缓煞气。我其实最好奇的是浩然姐的厨房，因为你看看她这掌握了实权，对不对？然后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然后钟明哥也这样幸福无忧无虑，因为都交给浩然姐，她一定厨房顾得很好。我想也是，所以我们不用看了，对不对？我觉得下去看学一下。对，因为她都误打误撞就中。对，误打误撞。对呀。那什么叫后那都没够干销啊？但是嘛是按摩，那好重点要干节，二节，对啊，大家来二节，哇，浩然这样娘搞，这样娘很会是对到未来。好媳妇持家秘诀，细节全藏厨房内。超简易旺仔法，1秒变身开运厨房。五大开秘法呢，第3个就是要纳财库，因为厨房呢是财库的地方，厨房可以做的开运的布局。因为这几个东西的话，就是炭，炭放在炉灶的下面位置，让你的灶呢越烧越旺，然后就会有财进来。对。
哇，好前卫哦，整体的好干净。开放式的空间，大家互动会比较多。对，但因为我觉得这多多少少就会影响到一些风水上，像冰箱好像就会很容易被看到。对，也是一种很享乐啊。等于说，如果说当你生活越过越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低调。为什么呢？因为代表就是说亲朋好友呢，可能都需要来跟你掉一下头寸啊、借钱啊这一种。所以是会影响哦。当然会，因为这是财库啊。把它转过去，自己都打不开，就是整边饿肚子，你将整个转过来。对，这种开门啊，这个老师会给你一些方法。对，怎么办？因为开门见冰箱呢，就是财库外露嘛。对。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呢经济有一点辛苦，又开门见冰箱，你就会更漏财。但是如果当你经济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呢，开门见冰箱呢，就是别人会来找你借钱帮忙的机会会变多了。那一般来讲，这可以靠点装潢嘛。例如说，我们可以把冰箱呢，把它砍在柜子里面，这样的装修方式也可以。那如果说呢没办法改变装潢的，只能这样外露呢，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我们可以在冰箱上面呢，可以贴一个春联，对，代表就是说，例如日日有见财啊这一类的，也可以帮助你的。贴春联，对，或者对我身材也 OK，或者上面可以放一个聚宝盆，好，把这个财库呢镇守的好一点 ，OK， 好，因为开门见冰箱就比较会有漏财的问题。OK， 聚宝盆，我觉得小小的一个就可以放在上面。对 OK， 这个搞定，搞定。对，进门见冰箱导致漏财，容易引来亲友借钱，可在冰箱上贴春联，或冰箱上方放聚宝盆。除了化解煞气之外呢，来到这边呢，要送浩然姐第3个礼物喽。对，5大开秘法呢，第3个当就是要纳财库，因为厨房呢是财库的地方，对，所以呢你可以选呢农民历，哦，农民历的话呢，当然你就选专业的，哦，农民历呢来看一下吉日良辰呢，比如说入宅安灶或者是纳财日呢，这3个好的日子呢集中在一天是最好的。那你可以在这个良辰吉日当中呢，开火煮水，很多人会买那种就是哔哔哔哔的那种笛音鼓，不是那个笛音姐，不是，然后笛音姐什么都有自己的鼓，对，就是会像哔哔哔哔有会响的，对，那当然也有人会里面放硬币啦，例如说放168也可以，叫煮财水，放在这个炉灶上呢，象征开火的意思。OK， 那当然如果说呢，你觉得煮硬币有时候有些人觉得不是这么干净，对，那你就是只要煮水就好了。但是呢，你可以怎么样用一个瓮，例如说米瓮或是一个瓮的形状，你里面呢可以放个木炭，以及168块钱的硬币，或是总数168的钱，还有米跟盐，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东西的话，木炭就是炭。炭有没有？就是我们在烧柴火的象征。你炭168就是钱，然后呢，米跟盐呢象征就是食禄丰收的意思。所以呢，你又赚钱，又赚到了丰收。那要放多久？好，基本上呢，最起码要放1年。好，那放哪里呢？放在炉灶的下面柜子。如果柜子下面呢塞满了很多东西，放上面也可以，对，但最好是下面。因为木炭呢会来生你的火，像柴火有没有？木生火，让你的灶呢越烧越旺，然后就会有财进。对，然后呢煮个水热一下。对，了解。所以这是在厨房可以做的开运的布局，让大家学起来。没错，所以门口、客厅跟厨房，接下来还有2个，大家要锁定一下哦。要咪前面我咪，这个地方，对，那很重要，很重要。对，开运秘法重头戏，这地方让你运势大增。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哇，其实喜欢这种风格，简单。对，而且我觉得你很懂风水，你看那个前面的梁，你还做的那个床头柜，对啊，电开了，移开了，就没有压到头哎。对，因为有略懂啊，有略懂，老师在这边，我只能说略懂，那你外面是真的懵到的。
因为刚刚有讲我有略懂风水，是，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彩花姐，你看，哎呦，哇塞，这就是一个我房间的一个财位。那这一个呢，它就是不同生肖，然后里面就是某家大银行。每年过年你要去跟他买这个一块一块全新的硬币塞满，真的很会。对，什么叫都没想到，是不是？是啊，你看什么叫略懂？很懂。对，然后就是我房间有个保险箱，我原本是放在外面，后来我就在想说，哎，如果我一进门看到保险箱，就像老师讲的，进门看到冰箱，对不对？我想说，那保险箱是隐秘的东西，我应该要把它移到房间，所以就把那个保险箱移到了我的更衣间的一个角落。老师真的在里面的。花姐真的太会了，很棒。保险箱那样是对的吗？是对的，因为我刚刚看一下呢，藏得很里面。对，财库就是要越深越好，代表你的库越大，你才有更多的能力呢，赚更多的钱进来。而且这个每年的生肖呢，都有一种象征的意义，代表你每一年呢，流年都不会缺钱。哦，很棒，而且又放对地方。对啊，当然呢，其实那么多的布局呢，我们刚刚还有礼物没有送给他们。哎呦哦，对，还有礼物啊。是啊。就是呢，就是2个呢。第4点呢，就是要旺家运。我们这个良辰吉日呢，一定在底除这一缸呢，一定要找出东南方的位置。好，东南方先量出来。那浩然姐家东南方刚好在房间这个区块。好，那记得呢，我们刚进新家或是你过年除夕开始呢，连续7天呢，一定要保持灯火通明。而且呢，一定要通风。什么意思呢？你的窗要打开。很多人说啊，我怕什么潮湿什么，不要怕，只有7天。所以呢，那个风一定要让它吹进来。吹什么风最好呢？尤其是吹东南方的气的风会最好。因为东南方呢，在八卦来讲，它是讲财运的位置，所以呢，东南方呢保持越明亮越好。那你会说，老师，我的东南方如果没有窗户怎么办？对，电风扇。哦，用电风扇吹也可以。对，就连续吹7天在东南方。哦，所以呢，记得7天呢，家里一定要保持明亮，代表你贵人运呢，还有你的阳气会提升。然后东南方呢，吹风呢或开窗户呢，可以让你的财运呢源源不绝。那你这边有说放水跟开运竹。好，例如说呢，可能有些人说啊，我那个电风扇啊，就是没有位置可以插，也没有窗户啊。好，那你最起码你放一个盆栽可不可以？可以。哦，那开运竹的话有水嘛，然后竹子呢代表节节高升，所以水来生木，代表你的财运呢会节节源源不绝。对，节节高升。好，这是第4点。然后第5点的话呢，最重要哦，是引财气。哇，对，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呢，一定要撒硬币哦。所以我这样放这样也是可以的。对，但是基本上以前传统习俗就是把硬币呢撒到地上，对，尤其角落或是每个柜子抽屉呢都会放一点硬币。对，就好像一搬进来的时候就要撒。对，没有错。那如果呢入新宅或是除夕那一天呢，你可以怎么样？撒完硬币之后呢，你可以念双脚呢踏入门，然后人来钱财呢跟着来。一般是念闽南语啦。香他打你门，狼来吉仔对嘞来。哦，所以呢，如果说你用国语可以念，台语也可以，就象征一个吉祥话，边做边撒边念。那代表就是说呢，你可以还有在财位上呢，也可以放一个聚宝盆。财位在哪里呢？就是你可以根据每一年的流年财位，好，先跟大家公布一下，2020年快到了，对不对？财位在哪边呢？在西北方。对，所以你可以，如果是2020年才是入宅的那一年的话，你可以在西北方放聚宝盆，或者是呢，你可以在明财位45度角放聚宝盆，有帮助。好，那其实我们来了，对不对？来实做一下。对，老师。像浩然姐他们家东南方呢，差不多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更衣间的位置。所以呢，你可以准备好开运竹之后呢，这个是要送给浩然姐。对，来，好，送给我的。对，钟明哥应该会爱死掉。好，是。把它种成一片竹林。对。那例如说呢，我们取东南方位置呢，例如说刚好在这个梳妆台位置，我们放上去。哇，就完成了这种节节高升、大吉大利。哇，谢谢，好开心。真的好开心哦！今天老师呢，真的有大理出开运秘法，大家介绍过。所以真正有够恭喜的啦，有新出呢。谢谢。上卡大联盟，人来钱财对嘞来，隆中来啦！谢谢。